除了云顶之外，竟然还有另一家赌场相关的上市公司即将迎来大复苏，而且股价在1个月内暴涨了77%。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今天小片我要聊聊一家比较特别的公司，他们的业务与博彩业息息相关，而且其他大马博彩公司像是云顶大马等等，股价在今年都非常低迷，可是这家公司却在1个月左右股价暴涨77%，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那么现在的价位还值得入手吗？今天就让小片我为你们一一解答。那今天要分享的公司就是 RGB International Berhad， 而这家公司的业务主要可以分为2种，首先就是销售以及制造电子游戏机，讲得通俗点就是老虎机。此外也包括了赌场设备，像是赌桌的桌面以及智能显示器，而这个业务可以称为 SSM Sales Support and Marketing， 也是 RGB 目前最大的业务。在2022年 SSM 业务可是贡献了 RGB 63% 的收入，一年赚取高达173个 million 的收入。之所以 RGB的 SSM 业务那么强劲，这主要是因为 RGB 分销着许多国际知名的电子游戏机品牌，在一些国家，他们甚至是这些品牌的独家分销商，而且这当中也包括了 Aristocrat， 全球最大的电子游戏制造商之一。另外 ，RGB 还有另一个业务，也就是 TSM Technical Support and Management， 主要是为亚洲各地的营运商提供机器特许运营计划 Concession， 也就是通过利润分享的方式，与亚洲各地的赌场共同联营电子游戏机。而根据2022年的数据显示，目前 RGB 一共联营着高达5000家的电子游戏机。此外 ，TSM 的业务也为客户提供技术管理、营销和咨询的服务。而这一整个 TSM 业务在2022年时也贡献了 RGB 一共36% 的收入。那从这里可以看到 ，RGB 的业务主要大多数都分布于亚洲地区，这包括了马来西亚、柬埔寨、菲律宾、越南、澳门等等其他的国家。而在这之中，马来西亚所贡献的收入只排在第2名，占据了27%。但是除了马来西亚之外的其他东南亚国家，则贡献了最多的收入，占据高达73%。而相信这也主要是菲律宾的功劳，因为在菲律宾有很多家著名的赌场营运集团都是 RGB 的客户群之一，像是 Resort World Manila、City of Dreams Manila、Ocado Manila 等等，甚至就连菲律宾政府100%拥有的菲律宾娱乐博彩机构 Parkchor 也是 RGB 的客户。那么讲完了背景，小片我废话也不多说，直击重点，直接带大家了解 RGB 股价暴涨背后的真相。首先，第一个原因肯定是因为 RGB 不断的交出亮眼的业绩表现。那由于之前疫情的关系，导致 RGB 的业绩表现受到影响，甚至遭到连续多个季度的亏损，当然也拖累了 RGB 当时的股价表现。不过，随着疫情逐渐的缓和，就在2022年第3季度的时候 ，RGB 的业绩也开始迎来了转机。而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 ，RGB 上一个季度的收入几乎翻了1倍，盈利方面更是飙升了高达7倍以上，来到9个 million， 而且在这一个季度期间，在柬埔寨那里甚至还发生了火灾事件，而导致 RGB 注销了5.9个 million 的器材。也就是说，没有火灾的话 ，RGB 在这一个季度的盈利其实是可以高达15个 million。而也因为如此强劲的业绩 ，RGB 的股价也顺势暴涨了许多。但是你以为就只有这样吗？其实真正的重头戏还在后头。当然，这主要是因为 RGB 在9月时宣布了他们在澳门的子公司从菲律宾现有的客户手中获得了价值270个 million 的大订单，而这一个利好宣布后，也立即提振了 RGB 股价的表现。但是2023年6月以及7月份的股价暴涨，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利好呢？其实也与这一个270个 million 的大订单脱不了关系，因为这个订单的收入将会在完成交付给客户后才会反映在账面上。而 RGB 的董事总经理Sri Chua 在早些的访问中也透露 ，RGB 预计将在年中之前交付2000台电子游戏机，也就是这一个大订单的收入很大可能将会反映在 RGB 第2个季度的业绩中，也就是预计8月时将会发布。除此之外 ，RGB 的董事总经理甚至也表示 ，RGB 计划今年在海外市场销售大约4000台的游戏机，而这一共将会为 RGB 带来500个 million 的收入。与此同时，他也表示在 TSM 业务方面也已经出租了大约
9000台的电子游戏机，这预计也将贡献100个 million 的收入。这也意味着 RGB 在今年有机会刷新自己的纪录，获取公司历年来最高的收入，也就是600个 million。那要知道 RGB 上市以来最高的收入也只不过380个 million 而已，因此 RGB 的股价受到市场热烈的追捧，并不是毫无理由的。但是这里问题就来了 ，RGB 的前景真的有那么乐观吗？真的有机会在今年获取那么高的收入吗？还是只是说 RGB 自己讲自己爽呢？在这里，小编我就来帮大家回答。其实 RGB 还真的蛮有机会在今年赚得盆满钵满。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如刚才小编我所提到的 ，RGB 的主要收入都来自于菲律宾的贡献，而随着国际边境的开放和游客的到来，被疫情压抑已久的菲律宾博彩业也迅速的获得了解放，而且正以非常快速的脚步复苏着。那有几快速呢？根据菲律宾博彩监管机构 PACTO 表示，菲律宾在2023前半年的博彩总收入增长了49%，达到了25亿美元，可见当地的博彩业是有多么的火热。而且 PACTO 目前也计划着将旗下的41家赌场私有化，这相信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进来博彩业。因此，许多商业大亨也虎视眈眈着菲律宾这块大蛋糕。但是不久前才从云顶香港手中收购马尼拉新港赌场的菲律宾大亨 Andrew Tan， 目前也有意将他的赌场度假村业务扩展到马尼拉以外的菲律宾地区。因此，也预计菲律宾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会有更多的新赌场。那相信这也将会让 RGB 从中受惠，取得更多电子游戏机的订单。那这样看来 ，RGB 的前景确实非常乐观。但是股价暴涨了那么多，现在还值得入场吗？假设今年 RGB 真的能够达到600个 million 的收入，再保守的假设将会有18%的净盈利率，那么 RGB 2023年的净盈利也将达到60个 million。而目前 RGB 的股价在34仙，这意味着 RGB 预估本益比，也就是 Forward PE 仅有8.8倍之多，而 RGB 过去5年的平均本益比基本上都维持在12倍。因此，参考这一个本益比的话，收入以及盈利有望在今年创新高的 RGB， 目前的股价确实可以说是有被低估的。那尽管如此 ，RGB 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风险吗？即将举行的州选又会不会影响到 RGB 在马来西亚的业务呢？那鉴于 RGB 主要的业务都来自于国际，因此不管接下来的州选成绩如何，对于 RGB 的影响并不大，反而对于像是 Sports Toto 以及 Magnum 这些彩票公司比较有影响。毕竟我们也看到伊斯兰党执政的几大州在今年也都全面禁止了博彩的营运活动。不过硬要说的话 ，RGB 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治风险，只不过不是在马来西亚，而是在国外，尤其是菲律宾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毕竟他们占了 RGB 高达73%的收入，而且 RGB 在之前还真的试过因为政治因素而导致公司陷入困境。因为在更早之前 ，RGB 的业务大本营主要都是围绕着柬埔寨，而当时柬埔寨的赌场生意也相当火热，因此他们也赚得盆满钵满。最高峰时也就是2007年，他们的净盈利可以高达38个 million。要知道 RGB 的盈利高峰也只不过才39个 million 而已，而且还是在2019年才达到的。那就在 RGB 柬埔寨的业务大获成功，并准备迎接走上人生巅峰时，柬埔寨当地却因为赌场所延伸出的暴力事件以及社会问题日益猖狂，因此柬埔寨政府一怒之下就下令禁止所有电子游戏机的运营，而导致 RGB 在一夜之间跌落神坛，并且在接下来3年也因为这件事件而蒙受一共140个 million 的亏损。因此政治的风险确实不容小视，但是博彩业在许多国家的经济上是已经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加上之前疫情消耗了不少的国库，因此这些国家不大可能会贸贸然的断送自己的财路。那在进入总结之前，在这里也要送大家一个福利，那就是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开设投资户口，并享有0.05%最低水钱，而且享有每年2.68%利息回抽的投资户口和良好服务的话，可以在这一支影片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了解更多哦。这样一来也就能节约投资成本，赢在起跑线。
那回到来总结，得益于旅游业的复苏，相信各国的博彩业也逐渐回到疫情前的水平，而这些博彩公司相信也会趁机大展拳脚，因此这些需求相信也会贡献在 RGB 电子游戏机的订单上。不仅如此，管理层对 RGB 未来的业绩表现也是保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再加上 RGB 的业绩也收获了迄今为止最强的订单。整体来看 ，RGB 未来的前景确实非常有潜力。更重要的是，小编我估算，目前 RGB 的股价依然是属于被低估的价位，而且 RGB 手上没有任何的贷款，甚至还持有着102个 million 的现金。接下来的1到2年，相信也会是 RGB 非常辉煌的时刻，而且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RGB 下一个季度的业绩表现哦。那荧幕前的你们觉得 RGB 未来是否有望能够维持如此强劲的业绩表现呢？还是觉得今年的业绩爆发只是昙花一现？觉得能够持续的，请在留言区打上1；觉得只是昙花一现的，请打上2，并留下您的高见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一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